大家好，我是丽丽。天气越来越冷了，很多人手脚冰凉，脸色蜡黄，没有精神气，头发像落叶一样。我原来也有这样的经历，自从养成了吃五黑丸子的习惯，收获了很多惊喜。我85岁的奶奶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吃上一颗五黑丸子，看上去根本不像85岁的人。那我今天呢，就把五黑丸子的做法分享给大家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我们先来准备第一种食材黑豆，大约是200克左右。黑豆呢，我们最好选这种黑皮绿心的，这样的黑豆营养价值会更高。我们把坏掉或者是有虫眼的豆子挑选出来不要了，因为这样的豆子非常影响口感，吃到嘴里会发苦。挑选好以后，再把黑豆放入大碗中，豆上的清水没过黑豆，把黑豆淘洗干净，把表面的灰尘清洗掉。黑豆表面不是特别脏，简单的清洗一下就可以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接着再来准备第二种食材黑米，大约是300克左右。把它倒入大碗中，在豆上的清水没过黑米，用手轻轻地搓洗几下。因为我的这个黑米放的时间有一点长了，里面都已经长米虫了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给它多清洗几遍。清洗一遍之后，把淘米水倒出来，淘米水我们不要扔了，可以用来浇花。在豆上的清水没过黑米，再把黑米清洗一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放入盘中备用。接着来准备第三种食材黑芝麻，把黑芝麻放入大碗中，在豆上的清水没过黑芝麻，把黑芝麻简单的淘洗几下。洗净后把黑芝麻倒入漏勺中，控干水分备用。接着我们准备第四种食材黑枸杞，黑枸杞的营养价值高，但是它的价格也相对贵了一些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太多，大约10克左右就可以。黑枸杞我们就不清洗了，因为黑枸杞表面含有丰富的花青素，如果用水清洗的话，那么这些花青素就会流失。接着我们来准备第五种食材桑葚干，这个桑葚干呢是已经晒干了，同样不需要清洗。因为桑葚干表面也含有丰富的花青素，如果清洗的话，花青素也会流失。桑葚干也是相对比较贵的，我们一次也不需要太多，大约也是10克左右。这两种不需要清洗也不需要炒制的食材，先给它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再把黑豆、黑米、黑芝麻分别炒一下。先炒黑豆，锅烧热，不用放油，把黑豆放入锅中，先开大火翻炒，把黑豆的水分炒干。黑豆的水分炒干以后，转小火慢慢翻炒，炒的过程中要不停的翻动，防止炒糊了。因为黑豆比较硬，是最难熟的食材，所以炒的时间要长一些，大概需要炒8分钟左右。翻炒至黑豆表皮微微裂开，黑豆的颜色变成金黄色，像这样子就可以出锅了。再把它盛出来，装入盘中放凉备用。接着我们再来炒黑米，锅不用洗，烧热后直接倒入黑米。刚开始的时候开大火翻炒，把黑米的水分炒干。黑米的水分炒干以后，再转小火慢慢翻炒，炒的过程中要不停的翻动，防止炒糊了。很多人都好奇了，为什么黑米不能和黑豆同时炒呢？因为黑米和黑豆的硬度不同，黑米已经炒糊了，黑豆还是生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分开炒。翻炒至黑米开花变成这种白色的，说明就已经炒熟了，再把它盛出来倒入盘中备用。不用洗锅，再把黑芝麻倒入锅中，同样刚开始的时候开大火翻炒，把黑芝麻的水分炒干。黑芝麻的水分炒干以后，转小火慢慢翻炒。这3种食材当中呢，黑芝麻是最容易炒熟的，所以黑芝麻也不能和黑米一起炒，那样黑芝麻炒糊了，黑米还是生的。把黑芝麻炒至能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，并且
黑芝麻的形状变得圆润，像这样就已经炒熟了。再把它盛出来，放入盘中备用。现在我们所有食材都准备好了，接着准备一个干燥、无水无油的料理机，把所有食材都倒入料理机中。我们先倒入黑豆，黑豆我们不要一次倒完，只倒一半就可以，因为我的这个料理机比较小，如果全部倒进去一起搅打的话，那样就打不碎了，所以要少量多次的搅打。放入一半的黑豆，再放一半的黑米，放一半的黑芝麻，香生干和黑枸杞都只放一半，因为这样分开打呢，把所有食材都放进来，在打的过程中，所有食材都能均匀的混合在一起。再选择果蔬功能键，给它打成粉末，尽量多打几遍，打得越细腻越好。在搅打的过程中，如果出现搅不动的情况，就用筷子搅拌搅拌，然后盖上盖子继续打。我这里一共打了3次。打好后再倒入筛网中。我的这个料理机呢，用来打豆浆、打果汁还是可以的，但是用来打这种粉末还是很难打得细腻，所以过滤一下呢，会更加的细腻。过滤好以后，往里边加入100克蜂蜜，如果不喜欢吃甜的，蜂蜜我们就少放一些，再用筷子搅拌均匀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最后搅拌至粉末感觉有点湿润，像这样子就可以，再戴上一次性的手套，下手给它揉成一个粉团。你不用揉光滑，给它揉成团就可以了。再揪一小把粉团，大约是25克左右，用手捏一捏，再给它搓成小圆球，最后搓成和鸡蛋黄一样大小的小圆球，像这样子就可以。剩下的粉团用同样的方法给它搓成这种小丸子。接着准备一个盘子，倒少许食用油，用刷子刷均匀，再把刚做好的丸子放入盘中。我们放丸子的时候，中间要留一些空隙，防止粘连在一起。全部做好后，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无黑丸子就做好了，做法真的是非常简单。先把黑豆、黑米、黑芝麻炒熟，再打成粉，然后加入蜂蜜，搓成小丸子就可以了。天冷了，别忘了多吃无黑丸子，这样做的无黑丸子好吃又软糯，吃上一个齿颊留香，一点都不甜腻，让人回味无穷，男女老少都喜欢吃。坚持每天吃上1颗无黑丸子，气色慢慢好起来，手脚也暖暖的，咱们的头发也有福了。如果一次吃不完的，我们用锡纸包起来，尽量包得紧实一些，防止空气进入，然后再放进干燥无水无油的密封罐里，盖上盖子密封起来，放1个星期都不会坏。想吃的时候直接取出来，剥开锡纸就可以吃了，也可以放冰箱冷藏着，这样保存的时间会更长。喜欢的朋友一定要收藏起来试一试。好啦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我是丽丽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，咱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